各位，国民党这个百年大江纲，处处都是赵少康啊！这两天围绕着赵少康国民党内的亲美派逼宫郑丽文的事情啊，中国大陆的网友吃瓜吃的是不亦乐乎。其实呢，中国大陆的网友们，你们又要失望了。为什么呢？其实啊，无论是郑丽文还是赵少康也好，无论是3800亿加 N 还是8000亿也好，这都是国民党啊访美的筹码而已。有王浅秋出来爆料，本来呢郑丽文呢也是同意了8000亿的这个赵少康的方案，可是呢因为听说郑丽文访问美国呢，出来接待他的人那个规格和卢秀燕持平，那郑丽文就不满意了呀。所以说郑丽文就缩减了这个8000亿的这个数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是让美国方面掂量着看。郑丽文也毫不讳言的提出了他想见川普。那位说，那郑丽文见川普干嘛呀？这个作用对于郑丽文个人可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卢秀燕上次去这个根本见不着嘛郑丽文去了以后，以党主席的身份，如果见了川普的话，那2028郑丽文名正言顺的，肯定党内只有一个太阳嘛川普都见过的人，他肯定出来选了，那卢秀燕肯定是就不行了呗。所以说王浅秋透露说，郑丽文如果能够如愿以偿见到川普的话，8000亿就有可能和赵少康们媾和了。所以说中国大陆的网友们又要失望了。其实呢全都是戏呀，国民党内全都是基本上是亲美派。你比如说赵少康在美国读研曾在美国工作，对吧？朱立伦美国读研或硕士博士，他的老婆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典型的美国学术体系培养呢。柯志恩在美国读研或硕士博士，目前子女都为美国国籍这个长期坚持美国价值观。什么卢秀燕虽然没在美国接受教育，但是高度认同美国的台海政策呀跟那个所谓的美国在台协会的那个科长那是火热。你看全都是，就连郑丽文自己也是在美国读的大学，受的教育所以本质上来讲，国民党内部全都是亲美派郑丽文5·1的时候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直接就说出来了，我要见川普。Of course, if possible, President Trump. If I can meet him personally, then we can, communicate our ideas more directly. Have you made that request? Have you made that request? Well, I do, but as everybody knows, it could be very difficult. But I still hold the hope, yeah. 但有人说了，川普不是过2天就访问中国了吗？那习老大会不会帮着郑丽文说话，跟川普打声招呼说你见一下他？那肯定是有助于郑丽文的政治前途2028年的这个选举但是这事情中国大陆的网友直嘬牙花子呀，那凭啥呀？习老大打个招呼让川普见郑丽文，然后川普就同意了8000亿的军购案，是吧？这个买卖怎么听那都是大陆亏本都亏到家了呀，是不是郑丽文在5月1号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中央常会首先确认上周会议记录，4月22日第10次中央常会会议记录已经呈请主席合约后入案执行，会议记录敬请确定。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谢谢。
请主席发表讲话。今天有2件事情跟常会特别的报告。第一件事情是好消息，我们蓝白合非常顺利的推进，在嘉义市顺利的提名支持蓝白共推张启凯委员之后，在新北市李四川与黄国昌主席也已经完成了蓝白的机制，最后决定由李四川代表蓝白在野联盟来参选新北市长。那么，谢谢。我们看到那个罗明才会，大家对李四川川博寄予非常非常高的期待，因为毕竟新北市我们必须要赢。在侯友宜市长8年推动的良好优越的政绩的基础之上，并且呢，得到了新北市民过去压倒性的支持。我们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延续侯市长优异的执政的成果，再加上李四川川博丰沛的行政经验以及非常杰出的工程专业，一定可以再一次把新北市推上国际舞台，先进、便民的现代化大都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尤其北北基桃可以联手做更大的发挥，更先进、更进步的建设。所以我们也希望北北基桃整个北台湾，甚至包括宜兰在内，都能够共同的一起推动全面性的进步性的规划。在这边再一次的预祝李四川同志，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中常委都能够全力的辅选。我们不可以大意，不可以小看我们的对手，毕竟对方也是来势汹汹，丰沛的家族资源、丰沛的国资源做他们的后盾，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是我们对川博有信心，也对新北市有信心。这是第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的。好，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完成宜兰的蓝白共推人选的这个机制，所以很快我们就可以完成全台湾蓝白合作的提名作业。第二件事情要跟我们常会报告的是，最近从发芽马铃薯之乱到今天大家看到的购买美国花生完全零关税，连紧急保护措施都已经节节退败，完全弃守。未来我们本来在海关要进行美牛美猪的相关检查，也会一一破防。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是，当从开放来猪开始，我们在台湾的食安上面节节败退，全部弃守，放弃了守护台湾人餐桌我们的食品安全健康的重要防线。其次，牺牲出卖台湾的农民。农业部说了什么风凉话？说台湾的花生可以转型。请问什么叫做转型？就是叫我们花生农不要再种花生了，基本上就是彻底的灭农。大家都知道，美国花生价格如此低廉，没有关税的保护，台湾的花生农根本看不到明天。绝大多数的花生农都集中在立文的故乡云林县。我们看到张丽善县长出来痛心疾首。请问政府，当你毫无原则的退让的时候，替我们台湾换到了什么？当你毫无血泪、无血无目屎、无情无义出卖咱台湾的农民的时阵，替台湾争取到什么货？值得吗？这样牺牲台湾的食安，这样牺牲台湾的农民，到底换到了什么？大
当年通过莱猪的时候，大家印象很深刻，说只要我们开放莱猪，台湾就可以参加 CPTPP， 到现在都遥遥无期。不要再骗了，真的不要再骗了。为什么完全弃守？你是在保台吗？民进党政府，还是你根本在卖台？你出卖了真正守护台湾土地的农民。所以今天中国国民党非常严正的态度。为什么弃守？为什么放弃？台湾的农民何去何从？难道我们的民进党政府，你真的要灭农吗？请你说清楚，讲明白，不要回避，尤其是农业部，我不想要再听到你们讲那些风凉话。台湾的花生农在泣血，你讲那个是什么风凉话？告诉我们有没有换到东西，换到了什么？如果回答不出来，那你今天民进党政府如何面对台湾这么多的农民，还有台湾农业发展何去何从？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国民党党团在立法院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认真，也会继续的帮助大家守住台湾的底线，维护农民的权益。谢谢。你觉得像赵少康之流的亲美派不明白郑丽文的这个心理状态吗？他们心里边肯定清楚吧？那赵少康直接就说了，郑丽文如果再不让国民党通过8000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6月份要怎么去美国呀？郑丽文若执意不满足美国的最低要求，到时候去美国连一个国会议员一个政要都见不到，那不就灰头土脸了吗？王炳忠仗义直言，王炳忠说这些美国人见到又怎样，见不到又怎样呢？而且不都说要选大卫的是卢秀燕吗？有他亲美还不够，非得要整个国民党大家都顺美国的意，美国喊价多少就多少，怎么对大陆就时讲究对等尊严，对美国就这么要着急的跪舔呢？何况赵少康这话也许能骗一些没接触过美国政要的人，但骗不过我王炳忠啊。2017年我就陪时任新党主席的郁慕明去了华盛顿，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几大知名的智库都去了，也进到了国会山，见到了几位国会议员。说实在的，我把美国人那套把戏看得透透的了。先说见那些国会议员是个什么场面，提前2个月就要跟他们的办公室约时间，邮件反复确认，到了那天还得在门口等，人家秘书出来领你进去，谈话时间掐得死死的，最多20分钟，聊的内容呢，无非就是客套几句，我们支持民主，关心台海局势。真正进入正题了，人家就开始绕弯子，话不说死，是不是答应？临走塞给你几张小卡片，上面印着他办公室的联系方式，说白了就有事找我的助理谈。费那么大劲儿来见他们，到底图个啥呢？华盛顿那帮人关键是从来不给你什么承诺，连个像样的书面东西都没有。你去了，他们笑脸相迎，给你拍几张照片，让你回去好交差。你不去，人家懒得理你，反正忙得很，每天排着队说要见的说客政要外国代表团多的是。赵少康说的好像不去见美国人天塌下来一样，可实际上你见了又怎样，不见又怎样？岛内的那些政治人物有几个是因为没见到美国议员而丢掉政治身价的呀？结果呢？那些成天跑华盛顿回来个个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受到高度重视，深入交换意见，结果呢，该被卖还照样被卖嘛。台湾就是个棋子的命嘛。赵少康拿见不到议员来威胁郑丽文，好像见美国人是多大恩赐一样，是吧？那些美国议员愿意见你，不是因为你赵少康有多大面子，不是因为国民党有多重要，纯粹是因为台湾问题在美国国会那是个零成本的
政治加分项，说几句漂亮话，拍几张合影，既不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又能在反华议题上刷存在感，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真的以为人家把你当回事儿，那你是自己骗自己啦。现在赵少康把这套东西搬出来，逼着国民党通过8000亿的军购预算，说穿了就是把见美国人当成胡萝卜，又把见不到美国人当成大棒。可问题是这胡萝卜本来就是假的，大棒也是虚的呀。你见过哪个主权国家的在野党需要用几千亿的军购来换取跟外国议员的见面机会？这事儿说出去丢人不丢人呐？确实国民党内部啊对美国跪得太久了，膝盖都生根了，长到地下了，都站不起来了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